麦趣机核，哎，老观众们肯定知道，这是我们极客湾的经典节目之一了。每一代的硬件更新，我们都会打造一台 ITX 的核弹，在小体积的机箱里塞下当前游戏性能最强的硬件啊，不计成本的去打造出一台性能密度超高的 ITX 主机。那上一代的麦趣机核 4.0 是我们在2023年做的，用了当时的旗舰 RTX 4090的 Founders Edition 加上13900K 的 CPU。那5090都出了，这4090还能用吗？哇，感觉好卡呀！这13900K 就更不用说了，我都缩缸完售后换了一颗了，对吧？感觉这样下去，电脑根本就用不成啊！哎呀，太难受了。那么是时候全面升级一下了，这就是新一代的麦趣机核 5.0。这次麦趣机核 5.0 和以往的思路有点不太一样啊，就是整个机器呢，它都是完全围绕5090公版这张显卡来构建的。就我的大前提是我买到了一张5090公版，我得为它装一台 ITX 主机，是这么一回事儿啊。所以呢，我们优先考虑的就是如何完全利用好公版这个独特的散热结构。5090公版是一张非常神奇的显卡，和所有的非公都不一样。它用仅双槽的厚度、仅30厘米的长度去压了一张600瓦的 GPU， 这个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啊！那 NV 是怎么做到的呢？他们把5090的 PCB 就缩在中间一点点，然后 I/O 和 PCIe 呢全部都做了子板，用排线来连接。主 PCB 的两边全部都是可以完全吹透的散热鳍片，风道上是直接穿过 PCB 这一面啊，这样可以实现最小的风阻。你像非公版的大散热器呢，风是经过了鳍片拍在了 PCB 上，受阻堆积之后才从上面排出来，它是走了一个 L 型的路线，这样呢风阻是很大的。当然了，非公它可以做成3槽啊、4槽啊，可以越很多尖呀，对吧？它也可以做得很长嘛，这个做成显砖就是力大非砖嘛。但是它这个体积呢就缩不下来了。而体积小巧的涡轮显卡，它的散热面积又太小了，并且一个小小的涡轮扇想要吹透鳍片，你的转速就很高，那就会很吵。所以公版的这种透风式设计，再加上它的这个液晶还有均热板的超强导热能力啊，就让它可以在双槽的厚度里压制住核弹啊，同时噪音也能控制得住。我觉得从工程壮观程度上讲，还是挺逆天的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去买这一张5090的公版，就我很喜欢它这种有创意的设计思路啊。但是有一个现实问题，就是这张双槽公版的散热呢，在默认情况下确实就不如那一些3槽、4槽的大的显砖了。我们实测在25度室温下使用默认的风扇策略，就是非公5090的温度是最高72度，而公版5090的温度会来到80度左右啊。但其实啊，公版明明是有能力压在更低的温度上啊，问题并不出在它的散热能力上，而是出在 NV 的静音策略上。这个80度啊，其实是 NV 给这张卡定的目标温度，而老黄就觉得80度很凉快啊，你们看我夏天都还穿皮衣呢，哎，反正显卡放机箱里嘛，又不是放你手上了，对吧？跑80度也烫不着用户，只要不影响性能，不烧坏不就行了吗？所以啊，为了控制噪音啊，但凡这张公版5090没有跑到80度，它就会一直降低风扇转速，它就是冲着80度去的啊。如果你手动拉满它的风扇转速呢，这个温度其实很快就能降下来。这公版皮的热交换效率还是很高的，只是温控策略太保守了。那么用公版5090装 ITX 要怎么选机箱呢？我首先考虑的就是让这个吹透式散热器能彻底吹透啊，我们的机箱不能够阻隔它这个吹透的风道。其次就是最好能够有风扇位去增加吹过这个散热器的风量。对于这种吹透式散热器来说，你稍微增加一点进风量都能够大幅的增强散热，给它加风扇比你给非公去加风扇的这个增益要大得多。最终没
没准可以把它压得比很多的非公还凉快，甚至还更安静啊！很自然而然的呢，我就想到了分舱式结构，这个就是我们最终选择的机箱 Fractal Design Ridge。它的显卡舱和主板舱是上下分离的啊，两个热源互不干扰，并且它的显卡舱左右两边的侧板都是透风的，完美契合5090F1的散热设计。然后它这个显卡舱实际上是留出了4槽的空间啊。那显卡前面这2个槽我们能拿来干嘛呢？装2个14厘米的大风扇，吹透这张显卡。机箱原装送了2个25毫米厚的风扇，但实际上这一部分多的空间已经大到可以装下38毫米的后扇了。我就有点好奇在暴力机箱风扇的辅助下，这张公版5090能不能打赢后专且超长的非公卡？但是说实话，如果不是为了伺候这张5090F1呢，我是根本就不想用 FD Ridge 这个机箱的。如果你看过阿肯还有其他很多 UP 主的视频，你就知道这个机箱实在是太没性价比了，它卖900多 ，What the f？ 然后你看这个侧板才这么薄一点，刚性太差了，就很容易把它掰弯。机箱上的很多螺丝位的公差也是大到令人费解这个就显然不像一个900块钱的机箱应有的做工啊。但是一方面呢，我觉得它长得还是挺好看的，这白白瘦瘦的，就有点像 PS5 这种游戏主机的感觉吧。我本来也是想在家里装个大电视，那这个机箱放在客厅，风格上还是挺契合的。另一个方面就是上下分舱结构，而且显卡在正反两面的这个侧板上都有开孔的机箱，实在是太难找了。这是我找到的唯一一个能买到的好一点的品牌机箱了。还有一个刚上市的 Thor Zone Tetra 呢，也是这种上下分舱的结构，但是那个11月才能够发货，而且卖到将近300那个价格是更加离谱。我只能说像我们这种玩高端 ITX 的人，是有一个算一个，都是冤种啊。好，有了机箱之后，我们还要选其他的硬件。那 CPU 没啥可说的，又要最强的游戏性能，又要最强的多核性能，那只能是9950 X3D 了嘛。这个机箱它装了长显卡，就不支持水冷。那我正好也不太想用水冷了，这次我们就回到最初的起点，用下压式风冷。这个机箱的风冷限高70毫米，所以这次的 CPU 散热器就只能用下压式的加上薄扇了。在我们测试过众多散热器和风扇之后我们最终就决定用 ID Cooling 的 IS67XT 搭配莫比乌斯的12厘米的薄扇，这套方案就能够兼顾散热和静音了。在裸平台上，我们测试下来能让9950 X3D 压到170瓦左右的功耗释放。单说打游戏的话，肯定是能够压住的。主板用的是华硕的 ROG Strix X870-i， 应该是 AMD 平台最好的 ITX 主板了。实话说，用它主要是因为不要钱这是找华硕白嫖的。如果让我自己买的话呢，我反而更想选 B850 或者 B650，芯片组的发热更小，散热器的体积也更小，兼容性更好。最重要的是，就不需要接一个跟小尾巴一样的外接声卡但是这个反正白嫖嘛，不要白不要了。电源是 ROG 的洛基1200瓦钛金牌电源，这个电源尺寸是 SFXL。那之所以没有和以往一样去用更小的 SFX 电源呢，主要就是考虑到5090的峰值功耗比较高普通的 SFX 顶天1000瓦真不一定能招架得住那为了稳妥起见，对吧？还是牺牲一点内部空间，换一个更强的电源好了。游戏玩到一半黑屏的痛，我是不想再经历一次了。内存考虑到限高，我们这一次选择了裸调，2条海力士的48G 内存，墨屏5600，但我们可以把它超到6000T30。那 X3D 平台不需要更高频的内存，那96G 的容量也完全够用了。然后根据 CPU 散热器的高度，我们 DIY 了一个纯铜的内存马甲，确保散热没问题。最后就是硬盘我已经受够了祖锐的，所以这一次的麦曲机盒是能单不双，要用就用最好的盘现在的 PCIe 5.0的旗舰，智泰的 Type Pro 9000 4TB， 超过14GB 每秒读速，绝对是非常够用了。好，那么基本上成品硬件都已经到了，要不我们就先装起来看看是个什么效果吧。尽管用了 SFXL 这种尺寸稍微大一点的电源，但是我们这次专门做了短的定制线挤一挤还是能够塞下的。主板的安装过程也是很轻松这装进机箱之后呢，内存和散热器都是可以轻易装上的。那最后一步就是装显卡，由于5090F1足够苗条，装进去之后这个显卡舱甚至还有空间可以走线，换成一些非公版的显砖，怕是连装都装不进去最后装上它的这个侧板有一说一，这个机箱还是挺有家居感的。好，如果我们的目标只是装一台成品 ITX PC 的话，那这个就已经是大功告成了，对吧？但我告诉你，要是就这么着了，
等会儿用起来就得哭了啊，因为现在这台麦曲机盒它根本就不是完全铁。不信给你烤个鸡看看。你看，在装上2块机箱侧板之后啊，这张5090 FE 不但风扇的转速提高到了超过每分钟2000转，噪音接近50分贝，温度也升高到了85度。这可是在显卡前面加了俩进风风扇的情况下，散热还这么差。如果我们还要追求安静，把转速调低，那么显卡的温度很快就会达到90度，最后就妥妥降频了。CPU 散热同样不容乐观。虽然风扇噪音不大，但最高功耗就只能跑到140瓦左右，比裸机环境下低了将近30瓦。这么点功耗下，9950X3D 就只能缩着频率勉勉强强用啊，非常憋屈。哎，我们不就是为了5090 FE 的散热才选的这个机箱吗？这个结构感觉应该完美契合透风式显卡才对啊，对吧？怎么测出来散热能这么差呢？完全不合理呀！经过大半天的研究啊，我们总算发现这个问题出在哪儿了，就是这个侧板。FD 给 Ridge 这个机箱设计了一个很时尚的侧板，就全部都是洞眼，但是这个侧板的通孔率啊实在是太低了。你别看它开了这么多洞啊，其实每个洞之间的这个间隔都很宽，总透风面积非常的小。显卡排出的废热啊，就受到这个机箱侧板的阻挡呢，在它的排风口形成大量的涡流，导致空气流速大幅度降低，热气会滞留在机箱里，持续加热显卡。与此同时啊，有些热气从顶部排出之后啊，居然又被前面的风扇给吸了回去，废热循环了。你就看看这个气流的通过效率，风扇都拉满了，也感觉不到多少风，这个散热能好就有鬼了。所以我们改造的第一步呢，就是要对这个侧板动刀。我们找到了一个做 CNC 的老朋友厂长啊，就是不少同学熟悉的那位做各种酷炫 CNC 机箱的厂长啊。他可以直接帮我们切掉这2块侧板上的这些开孔，给机箱开3个大洞。这一下看起来是不是舒服多了呀？但是把硬件全部裸露在外，好像也不是一个办法啊。这个就搞得跟个美式激增大 V8似的，是吧？要不我们还是想办法给它糊一张网上去好了。我们几乎尝试了所有常见的网状材料，像钢丝网还有 PVC 板，属于是比较正常的材料啊，就包括连洗菜篮啊、防蚊网啊、垃圾桶啊，也被我们拿来测试了。最离谱的是，我们办公室里还有人打算测试白丝袜、渔网袜啊。哎呀，眼看这个方案是越来越离谱，越来越抽象，我们最终在测试了一遍之后，还是选择了用钢丝网。毕竟啊，机箱侧板不仅需要考虑透气性，也得考虑到结构强度。我们选的钢丝网刚性还不错，不太容易产生形变啊，并且它的透风率是非常高的。不过这个网的原色看起来和机箱有点不太搭呀，所以啊，我们又把它拿去了汽车喷漆店，给它喷上了白色的漆。这一下再把它糊到机箱上，是不是看起来就和谐多了呢？我要是不说啊，感觉很多人可能还以为这个是原装侧板呢，毫无破绽，好吧？与此同时啊，这个侧板的透气性又得到了史诗级的增强。在使用了新侧板之后，显卡在机箱风扇的辅助下，同噪音、同策略下，烤机温度能下降到79度啊，比裸机平台上还要再低1度。解决了侧板问题，我们决定趁热打铁，好好改造一下麦曲机盒的内部散热，就从这个显卡开始好了。前面我们说了 ，Ridge 的显卡舱实际上留了4槽的空间，而我们的5090 FE 呢，只占2槽。咱们装完显卡之后，前面居然还留了40毫米左右。机箱送的这个25毫米风扇其实很烂啊，所以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买俩14038的超级暴力扇，直接怼在显卡前面，来一个强制进气。我就不信它的散热好不了啊。具体来说，我们买了一对三洋的9RA 风扇，这2个风扇要价就700块钱，你没听错，一个就要350块啊！这个风扇的价格虽然极其的贵，但是性能上绝对是无可挑剔啊。风扇这个东西就跟火炮一样，口径即正义，厚度即道理，并且9RA 这个风扇它还用了双段曲率的这种扇叶啊，这个也是最近才有的新设计。总之就是可以在低转速下安静且不失性能，而高转速下呢，风量和风压都可以拉到爆表啊。我们把2个25毫米厚的原装风扇换成这个38毫米的新风扇之后啊，这个提升确实非常明显啊，但必须是在转速拉满、噪音起飞的情况下。这个时候的显卡最低温确实可以达到64度，可只要你把它调整到45分贝的安静模式的转速下，这个风扇的作用其实也没有比原装风扇强太多了，最低只能把显卡温度打到76度，离我们的目标打败非公卡还有不小差距。
这么大、这么厚的风扇都吹不动这张显卡，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呢？哎，经过我们一番研究，就发现啊，其实这张5090 FE 最缺的并不是进风，而是出风啊，因为显卡本身就已经有2个大风扇了，你装这个进风风扇呢，它也是打在风扇上面，它不会直接通过鳍片呢，效果肯定是要打折扣的嘛。但是啊，如果我们把这个14038，给它放到这个显卡背面抽风，这一下就能获得惊天地泣鬼神的散热效果了。我们测下来，满转能够压到62度啊，几乎已经快要达到这个散热器的解热上限了。可惜锐志这个机箱啊，它只提供了3个显卡槽，我们并不能把显卡移到最前面，往屁股后面塞38毫米的大风扇。唯一能做的就是往中间挪一格，在显卡前后各装2把风扇夹汉堡啊，这样前面能够装下15毫米的薄扇，后面勉勉强强能塞下25毫米的标准扇。我买了2个 Arctic P14 Slim 和2个猫头鹰 A12x25G2，这2位都是各自尺寸里的佼佼者，尤其是刚出没多久的 A12x25G2，用了和刚刚那个14038的 9RA 类似的新叶型，这种大量 CFD 吹出来的扇叶，气动效率要比前几年的风扇高了不是一点点啊！这个风扇甚至在1800转下都听不到什么风噪，还是相当牛逼的。为了把显卡往前挪一格，之前的这个 PCIe 转接卡就没法用了，我们又专门买了短一节的 PCIe 5.0转接板，正好也解决了机箱原装只有 4.0 的问题。再用点暴力手段把机箱的支架给锯开来，塞下新的转接板，再装上显卡，这个尺寸居然正正好好，分毫不差！哇，我们这改造的也太顺利了！你看前面2个薄扇增加风量，与此同时呢，离显卡有点距离，还不会产生风哨声。显卡自己的风扇吹透鳍片，然后屁股后面2把猫扇制造大风压，把鳍片上的热气抽出机箱。这个气流速度非常的快啊，机舱内的温度很低，说明没有废热滞留。与此同时，机箱顶部也完全没有出现之前的涡流，整个散热设计还是蛮成功的。总共6个风扇伺候这一张5090 FE， 这一下我们总算把它的性能全部发挥出来了。同样都是在45分贝的噪音下呢，显卡在机箱里的温度能下降到71度，比裸机不装风扇都低了9度啊！我们这个是直接把闷罐机箱改造成了散热增强器了。实际上啊，在麦曲机盒这套增强散热下呢，5090 FE 的散热已经能够超过一些非公5090了啊，比如这张影驰的5090星耀，在45分贝噪音下，开放平台的烤机温度和我们5090 FE 增强后在机箱里的温度是差不多的。而如果我们不在乎噪音，拉高风扇转速，猛猛干的话，那改造完的公版是可以轻松打赢同样提高转速的非公5090的。搞了这么久，终于把显卡散热完美解决。那么接下来就该处理 CPU 了。其实，在改造完了侧板之后啊 ，CPU 的散热就已经好了很多了，最大功率直接从140瓦暴增到了160瓦。但我觉得还能进一步的优化。这个下压式风冷最大的问题就是吹得进来，散不出去。我们通过烟雾气流测试发现啊 ，CPU 散热的进气问题虽然解决了，但废热却因为其他组件的阻挡，在机箱内形成各种乱流，没办法顺畅的排出机箱，其中一部分更是直接被风扇吸了回去啊！所以我们必须给 CPU 散热设计一个风道，引导这些热风排出机箱。这想法是很简单，但设计起来可没这么容易啊！热风到底要往哪儿排最合适呢？我最先想到的就是往底部和 I/O 挡板那里排风。反正我们这一次只装一个超大 SSD， 就可以把 SSD 上面这么一大块散热片，包括第2个硬盘位，还有 I/O 的整个罩子都拿掉然后我们打一个导风罩，把 CPU 上面这一块围起来，导向 I/O 挡板去排风这个确实是能起到一点效果的，至少我们的风扇不会再吸到尾气了但是这个 I/O 挡板的通孔率还是太低了，大量的废热仍然会在机箱里堆积。那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？经过几天的苦思冥想，我们就想出了一个很离谱的方案，就是侧板进风，侧板出风，直接给经过下压散热器的热气流来个180度的大掉头，从侧板高速排出机箱。这乍一听感觉好离谱啊，但其实是非常科学的。一方面，我们改造完的这个侧板是整个机箱里现在通孔率最高的一面；另一方面，只要排出的气流速度足够快，就能逃离下方进风的低气压区，有流速差的情况下是不会吸到尾气的。确定了方向，我们就买了各种奇形怪状的风扇来尝试。首先，普通的小轴流扇，这个流速不够快第一个就被淘汰了。
然后啊是横流风机，就是这个玩意儿，它可以让风90度转向，并且确实可以制造高速气流啊，但是噪音有点太大了。毕竟散热器上方的这一点点空间啊，其实只够塞下直径只有2厘米的横流风机。那最后啊，我们还是选择了涡轮风扇。涡轮扇占的体积不大，6厘米的涡轮扇就刚好可以嵌进上面这一块区域。它的进风口可以直接对着散热器的鳍片吸气，出风口啊又可以喷出集中且高速的气流，保证不会被下面的进风吸回去。我们买了2个 NMB 的涡轮扇，那这个牌子的中文名大家应该都能猜得到吧，叫做美贝亚啊。好吧，实际上散热器上方的空间足够我们安装2个涡轮，双管齐下，效果极佳，可以直接把 CPU 功耗上限提升到190瓦以上啊。但是考虑到后面这个涡轮会挤占硬盘马甲的空间，我们决定还是就装1个涡轮扇。我们把这个涡轮扇和前面做的导流罩结合一下，把 I/O 口主板原装的那个非常弱鸡的迷你风扇换成了一个 NMB 的轴流扇，这样后半截涡轮吸不到的热风啊，也可以通过导流罩从 I/O 挡板排出。这个地方还会经过 SSD， 那我们也给这块 SSD 用热管加鳍片做了一个小散热器，借 I/O 这个小风道也能辅助 SSD 散热。最终的方案就是长这个样子啦。我们实际放点烟试一下，哎，你看啊，这个热气从上面高速喷出来，完全不会回流，屁股后面的小风扇也能排走一点风，这效果相当不错啦。在我们这套涡轮增压排气套件的帮助下 ，CPU 的功耗上限可以超过190瓦，超越了裸机时的表现。哪怕我们把下压式风轮的进风扇关了，就光靠这一个涡轮，也一样有110瓦的散热啊！这说明它确实是起作用了。哎呀，经过了这1个多月的改造，我们终于把这台麦曲机盒给折腾完了。本来踩了大雷啊，这个买了一个闷罐机箱，结果现在我们妙手回春完，它已经是一台散热非常好的 ITX 核弹主机了。那么接下来就轮到飘哥祖传的签名调教时间了，要让它性能更强的同时，还更加静音。终于轮到我出马了！我们做了这么多工作，就是为了拔高散热能力的上限。有了更高的上限，才能有降低噪音的空间啊。那接下来的工作有2个，一方面我们要让它足够安静，另一方面啊，性能绝对不能妥协。所以首先要做的就是降压超频，找到甜点的 VF 曲线是静音下维持高性能的必备技能。我们把分贝仪放在距离机箱出风口50厘米的位置。那么我初步确定噪音目标呢，是在彻底双烤满载的时候跑到45 dB。那为了这个目标啊，我们就需要确定各个风扇在最高点时候的转速。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啊，不同风扇的噪音频段并不相同。45 dB 的小涡轮扇和45 dB 的12厘米大风扇，这听感可是完全不一样啊。所以我们还需要平衡不同尺寸的风扇它的转速比例。那最终呢，我确定了这样的风扇转速。此时我们来运行一下 FPU 加 Furmark 双烤，看起来啊，即便是双管齐下一起满载，这显卡也不过77度的满载温度，甚至啊，我还可以把功耗解锁到600瓦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最高温度也就78到79度而已。那待会儿呢，我们再通过优化一下电压曲线，限制它的最高电压，让600瓦成为一个只会非常偶尔触摸到的功耗。那么在实际游戏里，这个温度就是完全可控的了。CPU 方面呢，在大幅度降低了风扇噪音之后，满载功耗也就降低了15瓦，从190瓦来到175瓦。考虑到这台机器啊，几乎完全没有可能长时间去满载，那这个功耗已经完全足够9950X3D 发挥了。待会儿彻底调整好之后，我们也会来跑一个10分钟的 R23 压力测试，来看看它的持续性能究竟如何吧。那确定了最大负载下的噪音，我们就该来看看待机时的噪音了。那我们这个拍摄间呢，底噪大概是28 dB 左右，那我预期的待机噪音呢就是29 dB。没错啊，我就是要让它在轻度负载下完全听不到可感的噪音。那经过了一番摸索，结合实际的听感，最终我们确定下来了待机的风扇转速。那此时的散热能力不仅不差啊 ，CPU 待机温度不过50度 ，GPU 待机温度也只有40度左右，甚至于啊，这时候比5090公版放在开放平台时的待机温度还低啊。这里要注意的是，我们在待机时是让5090自带的风扇停转的，因为它的起转点啊就高达1100转，也就是说呢，它只要转起来就有明显可感的噪音。但是2把猫头鹰的 A12G2 啊，在700转下，你几乎是完全听不到声音的。所以此时呢，让它来提供气流才是更优的方案。我真想让你们来现场听听这个待机噪音啊，什么叫优雅啊？风扇的最低点和最高点确定好了，我们还需要画一个风扇曲线。游戏中呢 CPU 的核心温度一般会跑到70到80度之间，
并不会撞到95度的温度墙啊。因此呢，这一块区域以前啊，我们要让它的斜率稍微高一点点。CPU 风扇开始加速的温度呢，我们可以设置到60度，这样一来呢，就可以避免短时负载下风扇抽搐的情况啊。再设置一个增加2度，1秒之后才开始加速的阻尼，这个风扇曲线我们就画好了。接下来再把风扇加速和减速的速率调校一下，这个风扇策略就大功告成了。这时候我们再来双考一下看看啊，你可以看到这个分贝仪上的噪音数字并不是一下就起飞的，而是一点一点的慢慢变高，尽量去多利用散热系统的热容量，这样呢，我们就可以防止忽大忽小的噪音变化，可以更进一步的降低风扇的存在感。那最终在双烤温度稳定下来的时候，咱们的噪音呢就定格在了45 dB， 完美。那接下来啊，我们就要为 9950X3D 设定一个负压，因为 Zen 5的 PPU 已经足够智能，因此呢，设定好负压之后，就已经可以很大程度的发挥出它的潜力了。那再沿用它默认的95度功耗墙，最终在这个满载啊双烤不到45 dB 的情况下，10分钟 R23下来的成绩仍然可以超过4万分，比起 PPU Enable 下满血的44000分，仅仅下降了10%啊。那接下来呢，我再来为5090设定一个 VF 曲线。首先，基本操作啊，把 GTDR7 显存直接暴力超给个3000兆赫啊。核心频率上呢，我们把最高电压限制在 1.025 伏。那这个电压下啊，这个50系显卡已经可以轻松突破3G 赫兹的核心频率了。那限制最高电压呢，可以有效降低游戏里的功耗和温度。然后我们再精调900毫伏到1025毫伏下每个电压点的频率，最大限度的去榨干它的性能。然后注意啊，5090不要去调整800毫伏以下的电压曲线，否则呢，你就会得到一张待机功耗超高的5090啊。那做完这些之后呢，我们这张5090的 TSE 成绩从公版默认的25000多分提升到了27000多分啊，而噪音呢却只剩下了公版的电感啸叫啊。那在实际游戏里呢，比如压力非常高的2077光追全开啊，噪音呢稳稳的压到了40 dB， 比烤鸡时的45 dB 体感上还要安静得多，几乎是听不见声音的。怎么样，飘哥签名调教，名不虚传吧？好了，全部调教完成啊，那就差不多该验收了吧？这次新的麦曲机盒啊，我是打算放在客厅里接电视玩的，就是这一台100寸的海信 E8Q Pro， 4K 170赫兹的迷你 LED 面板，8000多个分区背光，1万尼特的峰值亮度，用这个电视玩 HDR 的游戏，这想想就很爽啊！但是 4K 170赫兹确实不是随便什么电脑都能带动的啊。我们调教完的这一台5090的麦曲机盒到底跑得到吗？我们现在就来试试看吧。那在我们极客湾所有硬件首先要挑战的一座大山，肯定就是赛博朋克2077了。全特效路径追踪下的2077，正常来说根本没什么配置能带动的不过好在5090支持4倍真生成，我们在 4K 全特效 DLSS 质量档超分加真生成的情况下，总算也可以稳定的跑在200帧以上了。这个时候不管是画质还是流畅度都是无可挑剔，纤毫毕现的同时又丝般顺滑，配合逆天级的HDR 效果，这个游戏体验简直是太爽了。这4倍真生成刚出来的时候咱们还说没用呢。你看它就是给买来5090的副歌用在这种场景里的啊。那这个时候 CPU 和显卡温度都是70度往上，完全可以接受啊。与此同时，机箱发不出一点声音甚至比我的 PS5 初代玩游戏还要安静啊。在喇叭外放的笼罩下，就真的什么都听不见了。你可以说这个就是最极致的客厅 ITX 体验啊。不过我要是特别讨厌真生成，必须把它关掉的话呢，就完全不可能跑到目标帧率了。降到性能档的超分都只能跑 4K 90多帧，想要跑接近170，我就完全不能开光追，还得把特效降到高，这个画质牺牲就太大了。应该说，撇开真生成如今显卡的传统性能提升还是很有限的。那我们再拿这台机器玩一下《黑神话：悟空》好了，其实表现也差不太多。借助4倍真人城的帮助，我们这张5090玩黑猴也是可以跑到 4K 全景光追200帧以上的。这个时候操作起来也确实是很丝滑、很流畅啊！不过黑猴并不支持 HDR， 所以这个显示效果相比2077是要打点折扣的。如果不开真人城要跑高帧，我们就不能开光追了，画质也要降到高 ，DLSS 也只能用性能档的超分。实话说，为了那一点延迟，画质的牺牲太大了啊！单说这个场景，我还是更倾向于开真人城玩的。
与此同时啊，我也有想象啊，在这个大屏上爽玩赛车游戏，所以也搬出了模拟器试了一下 F125。这一座 F1也支持了路径追踪的光追，所以压力还是相当高的。我们玩的时候啊，显卡甚至能够干满600瓦，撞了功耗墙，频率都上不了3G赫兹了啊！好在 4K 全开加 DLSS 质量和4倍真人程的情况下呢，帧数可以跑到非常的离谱，甚至有的时候能够超过300帧啊！这个有点跑过头了啊！那实际玩的时候啊，我们就比较倾向于降到3倍真人程，最高压的场景也能够跑到170帧以上，延迟还能更低一点，体验还是挺不错的啊。这麦趣机核加大电视，哇！只要预算够多，要性能有性能，要精英有精英，要好看有好看啊！这应该啊就是在座不少同学眼中的梦幻客厅了吧？啊，这次的麦趣机核5.0应该是我们目前为止最绞尽脑汁的一台了，从外到内被我们大刀阔斧好好改了一遍啊！在这个上面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啊，都够我们自己定制一个 DIY 机箱了。好在一切的努力都没有白费，我们做的这一台 ITX 的核弹啊，不仅游戏性能超强，散热也是超强啊。那有的人会说啊，你用一个大点的机箱不就什么都解决了吗？还犯得着这么折腾吗？对吧？哎，玩 ITX 核弹这种东西啊，体验的不就是解决工程难题的乐趣吗？太简单的装机那种成就感和我们装麦趣机核还是比不了的，对吧？哎，你不觉得把这个小小的身板里塞得满满当当是件特别满足的事儿吗？不过经此一役啊，我们现在所有人都已经很清楚风对于 PC 的重要性了，对于机箱风道的理解也已经上了一个台阶啊。那现在是给成品机箱设计风道，那下一代的麦趣机核我们要不要试试看围绕风道来设计机箱呢？哎，这就下次再说了啊。那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够有意思的话，一定要长按点赞，一键3连支持我们。我们是极客湾，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